为了掩护在苏丹的全体中国公民安全撤离，我国海军出动了2艘舰艇全程护航，而美国大使馆却在第一时间就跑路，丢下上万名的美国公民自生自灭。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远在非洲的苏丹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目前这场冲突已经导致3000多人伤亡，这对于一个非洲小国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数字了。而伴随着这场冲突而来的，则是那些在苏丹生活和务工的外国公民该如何撤离，就成了一个难题。机场被武装分子占领，各大交通要道也都成了武装分子的第一打击目标。如果没有国家层面派出军机军舰来护送，那么几乎不可能跑得出去。像我国目前在苏丹的中国人总共有大约1500人左右，对待这1500人，我们选择了一个都不放弃。为了能够护送远在苏丹的中国同胞安全撤侨，我国这次直接将正在执行第3批护航任务的052D驱逐舰南宁舰、903型补给舰辉山虎舰临时编组过去，执行海外紧急撤离任务。剩下的3亚舰则继续在亚丁湾处执行护航任务，为过往的中国船只提供保护和帮助。经过了1天1夜的高速前行后，这一支编队已经抵达了苏丹港，按计划展开撤离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截止到27日，通过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可知，已经有1300名中国公民撤离，剩下的则处于撤离途中。除首都喀土穆以外，还有少量中国公民。对于这部分人，我国也并没有放弃，而是保持时刻关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这些人能够安全地离开苏丹。在这次撤侨行动中，我国不仅是对本国公民提供了帮助，对于其他国家的公民也提供了帮助，已经帮助5个国家的公民安全地撤离苏丹。如果有其他国家向我国提出协助撤离请求的话，我国同样会尽可能地给予帮助。而反观美国在这时候就显得格外的不一样。在本次的撤侨行动中，我国大使馆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走的，而美国大使馆是在第一时间就走人了。在苏丹爆发战争的第一时间，美国政府就启动了撤离计划，并且这个撤离计划很符合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作风，直接出动特种部队乘坐直升机，把驻苏丹大使馆的美国人都接走了，并且为了仪式感，在这次撤离的时候，还专门把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的旗子给降了下来。这一整套的流程下来，可谓是相当熟练，一看平时就没少干这事儿。但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美国公民可就惨了。目前在苏丹的美国公民大约是我国的10倍之多，达到了1.6万人。对于这部分被困在苏丹无法出去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并没有计划去组织撤离这些美国公民。这一下可把那些困在苏丹的美国公民给气得半死。有能力火速派出特种部队直升机撤离美国大使馆人员，没能力撤离这些美国公民。要知道，苏丹现在可是处于战时状态，像美军这种用直升机接人的行为，那可是武装分子的第一打击目标。结果美军能够在第一时间用直升机把大使馆的人撤走，那这样的话，全世界遍布军事基地的美军绝对是有能力做到撤离那些被困的美国民众的。而美军有能力撤就不撤，这代表什么呢？自然是这些人对美国政府没什么价值，从而懒得管这些人的死活了。为了使美国政府放弃这些在苏丹的美国公民有更充分的理由，五角大楼官员还对外表示，目前获得的信息显示，寻求撤离苏丹的美国公民人数较少，所以正在确定其他离境国际航班的可用座位数量。也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获得的信息，大使馆的人早在刚爆发冲突时就离开了，在苏丹的美国公民电话打过去，怕不是无人接听和空号，合着这是只要自己听不到，那就等于没有美国公民想要离开苏丹。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更是表示，这些在苏丹的美国公民并不想离开，
这些在苏丹的很多美国人都是双重国籍人士，他们一直生活工作在当地，所以他们并不想离开。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美军不出动军机军舰帮助他们，而是这帮人自己不想走。既然这帮美国公民不想离开，那美国也得尊重他们的人权，所以让他们在苏丹的炮火连天中好好生活下去。